你好，这里是李博士讲堂，在这里可以听到你所不知道的各国人文、地理、历史等有趣故事。欢迎您订阅频道和点赞，您的订阅是我努力的动力，谢谢。今天的主题是英国殖民地为何加入英联邦？英国的殖民化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化有何不同？以下是任何以英国为主题的内容之后必然会出现的评论。英国是世界所有问题的幕后黑手，甚至认为英国是万恶之源，甚至在吉普午餐频道上也是如此。因此，英国在很多国家人眼中是一个由国家级别的邪恶团体，但在被殖民的殖民国家眼中，英国并不像其他的殖民国家。相反，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了英联邦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与日本将其前殖民地组成联邦是一样的。我们会加入这样的联邦吗？在国家动荡之际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做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英联邦对殖民地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，或者说对殖民地有如此大的好处，以至于他们自愿加入呢？从19世纪初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起，大英帝国就是人类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。世界1/4的土地和1/5的人口属于英国，它是真正的唯一一个太阳永不落山的帝国。因此，当你回顾历史和联系时，一切都与英国有关。事实上，在统治这片广袤领土的过程中，英国人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。他们对中国贸易逆差，发动鸦片战争，剥削爱尔兰人，饿死了200多万人库德人。他们在南非屠杀了数以万计的荷兰人后裔。但故事还有另一面。首先，英国创造并传播了工业革命和议会民主，为我们带来了资本主义和民主这3件伟大的礼物。世界上没有一个领域没有受到英国的影响，经济、文化、哲学、科学、军事、政治、语言。此外，世界上最流行的运动足球也是由英国普及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这个时代所享有的许多文明都起源于英国。因此，有人说，现代人没有一个不带有英国色彩。依随着第2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英国领导世界的日子显然已经结束。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的国家有53到60个。由于这些国家在独立后时而统一，时而分裂，因此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，但这足以说明大英帝国的强大。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独立国家开始自愿集结回英联邦。英联邦从最初只有爱尔兰、加拿大、南非和纽芬兰5个国家，发展到现在拥有16个自由保护的国家。这几乎是除美国和中东穆斯林国家之外的所有英国前殖民地。奇怪的是，其中一些国家从来就不是英国的殖民地。南比弗拉是德国殖民地，卢安达是比利时殖民地，莫桑比克是葡萄牙殖民地，加蓬和多哥是法国殖民地。但他们仍然加入了英联邦。英联邦作为一个整体，目前拥有近25亿人口，占世界人口的1/3，土地面积的1/4，经济总量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5%。它实际上比大英帝国时期还要大。这表明对英国殖民的怨恨很少或根本没有，或者说即使有怨恨，也有巨大的利益可以抵消。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歧视和僵局，文化历史和语言的丧失，往往会加剧殖民怨恨。最重要的是，独立进程中有许多受害者，两国成为无法弥补的敌人也很常见。英国人与法国人、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此。在印度等一些殖民地，英国直接进行统治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英国是间接统治，由当地人站在最前线。他们将大部分行政事务留给傀儡党人，并给予他们自治权。当然，英国人充当的是剧院的角色。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英国人与其臣民之间的接触，从而减少了反感情绪。不过，就像缅甸的阿洛伊亚一样，英国也使用了一些邪恶的手段，将少数民族部落留在国内，并使他们保持分裂。其他西方列强的殖民独立过程也不尽相同。在经历了美国革命战争的惨痛教训后，英国放弃了这样的想法：如果殖民地想要独立，他们可以避免战争，通过妥协获得微薄的利益。这意味着殖民地的牺牲往往不会引起太多反感。另一方面，打鲁西方列强则采取了更直接的统治方式，往往利用本国的大量人口。
当然，这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掠夺领土。因此，当殖民地想要独立时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。殖民地为了不让他们脱离而进行了惨烈的战争，至今仍有很多怨恨。英国与其他列强殖民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们对殖民地的认识完全不同。主要区别在于，法国和西班牙将殖民地视为领土，而英国则将其视为市场。英国需要一个市场来销售商品，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取得成功之后。只要能发展商业，住什么样的房子并不重要，只要接受英国的统治，就能高效率地结束殖民，承认原住民的权利，然后迅速转移到其他土地，扩大市场。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是缺乏管理殖民地的人力。19世纪英国人口约为2000万，他们不可能控制如此大面积的土地。然而，这确实让英国通过海上贸易建立了一个商业区，这与以征服领土为优先事项的现有帝国的性质不同。前殖民地重新融入英联邦，也意味着英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文化家园。英国在每个殖民地都意识到了英伦三岛的未来。英国对殖民地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，使其拥有了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及民主制度。英国带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对每个殖民地的人民都颇具吸引力。精英们也对大英帝国心存感激，因为他们有机会到伦敦学习，并在自己的国家担任要职。英国之所以能够在精神和文化上统治殖民地，是因为殖民地人民自己承认英国的优越性。但是，日本将英国作为榜样，试图在朝鲜复制这一点，却以失败告终。失败的原因在于，韩国在历史上和文化上看不起日本。但即便如此，除非有实际好处，否则已宣布独立的殖民地不太可能重返英联邦。加入英联邦可以让前殖民地获得英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支持。这里有各种技术合作基金，而且可以立即获得25亿人口的贸易市场。通过一系列关税优惠，英联邦内部贸易可减少约 20%。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，英联邦在安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当然，英联邦并不是一个国防条约，但成员国之间有在危机时刻互相帮助的默契。这就是为什么像图瓦卢这样只有2000人口的国家能够感到安全的原因。图瓦卢每年仍有8100名学生到洛南学习，这对一个穷国来说是巨大的好处。对于那些无力在每个国家都设立大使馆的小国来说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与英国大使馆联系，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。英联邦帮助印度这样的大国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认可，这非常有帮助，因为当你处理常任理事国等外围问题时，总会得到其他16个国家的支持。人们对英联邦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一些人认为英国离开欧盟的原因是英联邦，但就经济规模而言，欧盟和英联邦无法相提并论。普遍的共识是，英联邦对英国的益处很小。英国媒体经常指出，除了是殖民地之外，我们没有共同的身份。英国不断减少对英联邦的贡献也是事实。很多人猜测，英联邦将在现任女王伊丽莎白2世去世后解散。尽管如此，仍有一些批评认为，英国对英联邦的坚持是对大英帝国的一种怀念。也许英联邦是大英帝国的一个黄昏车站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，欢迎继续与我交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